策马特是个马特洪峰山脚下绝美的山中小镇。这支影片我们要前往这里非常有名的五湖健行步道，会告诉大家怎么前往五湖步道，还有哪边的风景最漂亮。 今天是瑞士的国庆日，来到马特洪峰山脚下的策马特。那策马特之前我来过这里，是到他们最有名的 Gorner Gratz 平台。那其实现在火车站一出来，旁边就可以衔接这边 Gorner Gratz 的齿轨列车，这可以说是整个马特洪峰地区最受欢迎的景点。那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观看我之前去 Gorner Gratz 的影片。不过我今天要前往同样在策马特非常著名的五湖步道，也就是5座非常漂亮的湖。这5座湖都可以看到马特洪峰，而且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马特洪峰的倒影。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天气非常的好，瑞士国庆日。那么去五湖步道要先搭乘通往苏纳嘎的齿轨列车，这齿轨列车大概3分钟，所以现在走过去齿轨列车站，我可以看到后面这边非常漂亮，远方的马特洪峰。然后这个是贯穿策马特的小溪，这2条路上就非常多的旅馆饭店。那现在到了通往苏纳嘎的齿轨列车站，从 Zermatt 火车站走过来大概7分钟，600公尺左右。 好，那现在要先来买票。Single tickets to Blauheer. 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刚买完票，现在要通过一个很长的隧道。那我买的这个票用 Day Pass 或是 Swiss Travel Pass 或者我的 GA Card， 23.5瑞士法郎，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它比很多其他地方都还要便宜。像 Gorner Gratz 打半折也是要55块瑞士法郎，所以这边几乎是它的一半。然后前面就要到了齿轨列车的地方，这个齿轨列车只要搭3分钟就可以到苏纳嘎。 现在来到了苏纳嘎，哇！一出来马上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马特洪峰跟餐厅。那我等一下应该先在这边吃个早餐，然后等一下再到后面缆车到 Blauheer 那边开始五湖步道的起点，然后一路再走下来苏纳嘎。 那现在早上9点，餐厅刚营业，没有人在这里用餐，只有我一个人。那它餐厅就是自助式的，非常典型阿尔卑斯山景区的这种餐点。然后我是拿了一个 pastry， 还有 latte macchiato。它这个内馅是有点柠檬的味道，然后上面有薄荷跟蓝莓，还有另外一种莓果。它的 pastry 非常的酥脆，非常的香。不过那柠檬的内馅有一点点稍微甜了一点。啊，不过那内馅如果配上这些水果，蓝莓、草莓就非常好吃。 这边过了9点半之后，人就开始非常多。那现在吃完早餐，就要从苏纳嘎搭缆车到 Blauheer。好，那现在来到了 Blauheer 这一条缆车线的终点是在上面的 Rothorn， 不过上面就是吃饭，然后喝咖啡。 看风景之类的。如果是爬五湖步道的话，起点就在这边，在 Blauheer 缆车站。这里还有简单的介绍一下策马特地区的生态，一些动物、植物，然后还有一些设施，非常棒。这里也可以给大家休息。这些椅子应该是羊毛，相信瑞士人他们应该是用真的羊毛来做的。开始之前，先来 Blue Lounge 的 balcony 这边看一下，它这边有很多沙发，面对着马特洪峰。 非常舒服，而且现在他们早上9点半开始营业，现在完全一个人都没有，应该大家都是现在先去爬山，然后等一下会回到这里来吃饭。那五湖步道从 Blauheer 这边开始，经过5座湖，再走到苏纳嘎，基本上这条步道只有上升100多公尺，其他时间都是在下降，所以基本上不会造成体力上的负荷。我们现在就要前往第1座湖。 第1座湖 Stellerse 就在下面的位置，这个下面。然后我是因为绕远路，绕上去再从后面绕回来会比较久。那如果直接从缆车站走到湖边的话，大概10分钟、15分钟就到了。现在从最高点开始往下爬，这沿路上非常多的岩石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步道就是野路，所以很喜欢走在这种不太受拘束的这种路上。 现在来到 Stellerse 的后面，这家餐厅跟旅馆，这边人潮就比较少一点。那这边除了这个旅馆之外，旁边再走过去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后面的冰河。在旅馆的后面有一个 Hidden Gem， 一片草原，这边完全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而已。这边看起来非常的适合飞空拍。好，那现在来到了五湖的第1座湖 Stellerse。
这边有非常多的人。今天因为稍微有点微风，所以可能拍不太出来倒影，但是没关系，还是非常漂亮。这边气温应该只有不到15度跟13度、12度，不过刚看到好像有人在里面游泳。那现在呢，这仅仅是第一座湖而已，我们等一下就继续往下走，要去其他的湖。从 Stellarset 走下来，现在这边已经可以看到第2座跟第3座湖。第2座 Grinderset 还有第3座 Grimset。第3座那边有点不太顺路，而且它的漂亮程度大概算一般般而已，所以我今天不会走到那边去，只会走到第2座、第4座跟第5座湖。现在来到了第2座湖，在湖旁边基本上可以看到马特洪峰的倒影。那这个湖水呢，它比较绿一点点。那观赏这个湖最佳的地点就是现在我旁边这个石头，有2个人坐在上面，最绝佳的观赏点。好，那现在继续前进，又往第4座湖，前面沿路走到下面去，一路都是下坡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第4座湖，这座湖的颜色感觉就像几万公升的牛奶倒进来的感觉。不过它应该是一个水坝，旁边弄了一些建筑物，有一点破坏了这个美感，不过还是蛮漂亮的。现在准备前往最后一座湖，在阿尔卑斯山区里面，只要看到直升机，大概就只有几种可能：一种是送货，另外一种是可能有人在山区里面受伤，然后就需要直升机来接他下山。那像我因为长期在瑞士，常常会出来山区里面，所以我买了一个保险，40块瑞士法，非常便宜，1年的保险，只要之后在山区有任何的事故，给免费坐这个直升机下山。那第3种可能就是这边的观光直升机，不过应该还蛮贵的。那现在来到了五湖步道的最后一座湖莱塞，那这边蛮多人在这边休息跟游泳。那远方也看到有人躺在躺椅上面。这个湖还有特别给小孩子玩的渡湖的游戏。那其实这个绳子是穿过2边的木头，所以看起来要翻船几乎是不可能。好，那现在在湖边再休息一下，下午跟晚上会待在策马特走一走，然后晚餐还要吃当地非常有名的黑面羊的羊肉。7公里回到策马特，但很多观光客都会忽略一个秘境——黑面羊肉，终于上来。